把这民运开始以后吧，反正我们也经常给儿子写信，叫他自己好好学习，要求他。但是他的话呢，他自己他说我作为一个大学生，作为一个中国公民，他说我有责任，他说的一句话给我们说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所以的话，你在那种情况之下，他表达自己的爱国，他就参加了这个天安门的那个生死，这不是有个绝食的一个圈吗？后面他们是等于是第二线。他为之止愈。他在那待了1个星期。维持秩序。我这个小孩身体太好，也是几乎没有睡觉，而且吃饭他说也成问题，是吧？但是他说是爱国呀，我们是爱国，我们表达这个是自己的夙愿呢，我们的国家兴旺发达都要靠我们这些人。他经常是这样跟我们说。实际上当年的我是比较保守，尽管我对这个制度我反感政制度，因为我毕竟年纪大，经过了反右啊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啊，我就给他说，我说你呢？你希望我给他写了很多信，那是赶紧呢，当时只能通信。我说你的心情可以理解的，他能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？我说有的事情啊，不是一下能解决问题的。我说这要大家共同觉悟起来。他就不能理解，他就写了一封信跟我说，写回来。他说如果大家都等着别人先去搞革命，自己享受成果，那怎么得了呢？他举了个例子，他游行的时候，我最讨厌那些总统都不游了，他这个不游那个不游，游行队伍就没得了。他这种事呀，等我看到他那封信以后，我也是蛮受感动。我说有道理，他说我就说你的神流通，我反对他解释，我一直反对天安门那种解释。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参加那个，你知道吧？他是5月底，具体时间记不太清楚，5月28还是28，因为我还有个同学去了，他回来了，去了找到他，找到以后，你2个人，因为当时就是好像是天安门也比较就是说不是那么很紧啥的，他就回来了2天，回来了以后啊，他都非常不高兴，马上复课了，你回来干啥？回来后来提倡复课，武大这边已经复课了，都说复了。我们是相信，我说一个学生，你是应该学习的。我认为学生要对学为主。你表达爱国意愿是可以的，但是你的话，你还是应该学习的时候应该学习，就劝他回去。当时我跟他吵一架，我说你叫他回去干啥呀？你知道，他这电视上已经发表通知了，就是说要恢复上课了，要复课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我们吵了架，他就走了。吵了架，这儿子就走了。走了以后的话呢，他是就6月3号那一天，他还是蛮积极。他出去以后，他们去搬那个路上的那个障碍物，不是要搬那个堵军车吗？堵军车搬那个障碍物，他是那个双腿中弹，打在双腿。大腿上，因为他个子高，他个子高，他1.76米，他1.87米，1.76米，这回大概1.8米了，差不多。他腿上，他可能当时是那个他们学校的同学呀，还是其他学校的同学，就见他受伤了以后，还有北京市民就把他拉到邮电医院去了。拉去了以后的话呢，他医院听说是不抢救，就是说那受伤就不抢救。不让抢救。回来以后好像是医生就问你是哪个学校的，当时他还那什么，还听他有个学生证拿出来，我给他看了一下。这是听人家说的。这是我二姐他们去了以后听到这样讲，最后就不行了，他不抢救嘛。太残忍。当时是不抢救。他不抢救。他都是炸子，没法抢。不抢救，对。我这个孩子非常优秀。他一直是优秀，他在那2您的孩子是几岁考入大学的？17岁，他是71年生。88年考入北京理工大学。他在上小学、上中学的时候都是优秀孩子。跳班了是吧？都是没有跳班的。他小学是5年级，他6岁上学。
6岁上6岁小学读了5年，中学6读了岁上2年。学的话，你5加6 11年，11年正好就是说17岁就考到北京理工大学去。当时考试成绩是586分。很年轻啊，啊，586分。 17岁的。当时他的成绩呢，我看完了，他说他成绩不好，就我一看那录取的比清华多50分，而且的关键他的课程，不话说了，他最好是死在政治上面的，他政治考的最无赖些，最差，他数理化语言语考的特别的好。哎，我说你这成绩相当不错呀。我说我是搞自然科学的，我特别高兴，我很满意。我的儿子非常优秀，上小学、上高中、上初中，他的同学都非常喜欢他。他读多少几年？他所有的同学都喜欢他，老师特别喜欢。他在关山。没有一个老师不喜欢他的。他在关山。这下太喜欢人了，太喜欢人了。他在关山中学，他是生物课代表，他负责养兔子。有一次下了大雪。要不是这么放着雪还不回来，我急得没办法。后来后来他回来的说妈，我去给兔子找吃的，一看那水地里头那个，我们当时在这还没有围墙，他说那脚印那都是我的，他跑到那里去，他说我去给兔子找草。我都25年了，我没有一天不想他。 25年。现在我都不敢看照片。所以我儿子我看着有难受。他贫穷家庭百事险。穿的那衣服都是我给他做的。他的衣服我都放那的。都是我给他改的做的。儿子从来没有说过不喜欢穿。我因为3个孩子，我们经济条件也没有。我亲手给他们做衣服。你看我给我儿子做的这个衣服，一直穿到高中毕业。我说我把这些衣裳我放着。我说总有一天，你想。我儿子你看这都是，我说我什么呀？不要了，我说这个衣服我给他放着你看这布丁，你看这布丁。这有的是我们自己做的。都是我自己做菜自己做的，他的书包还有一个书包。书包也是我做的。都是一块一块的布给他弄起来做的，我说我的希望都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好好的将来为国。你看这个都破了以后还在缝着，我只是我想我的儿子啊，25年了没有睡过觉啊，我不敢看他的相啊，所以把他的东西都收起来了。我儿子的骨灰从北京整回来，我没地方放啊！我叫我侄女放到了黄石，放了几年以后，人家不叫放了，我就怕没办法，老头子把我把我儿子的骨灰撒到长江去了，叫他看看自由的世界呀！他是一片爱国之心啊，遭到江南江杀呀！我要我相信呐，决策者一定没有好下场啊！我们的冤屈在哪去说呀？没地方说呀！一打四个狗，我不恨其他人，我就恨邓小平。还要赔偿呀！我们这些人活不了几天呀，我的儿啊！我的天，没有别难过，你别难过，我那个。我25年来没有睡过一宿好觉啊！每次做梦都抱着我这儿子，我说：“哎呀，我说红桃，你没有死，你没有死！”一醒来，哎呀，哭啊！一想到我就哭，我说没有没了，我太难了。我花了多少心血啊，培养这个家，我把我的心血都操空了。那么贫穷的家庭，那么恶劣的环境。我的儿子会得到这个，会得到好的结果。我相信他是爱国的，他是为国捐躯，我就是这样子认为。哎呀，当权者就这样子对我们老百姓啊！